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如果12鬼月全都变成人类，成为鬼杀队的柱，那么会是怎样的场面？有没有能力打赢现在的柱？等看完这期视频，或许你就会知道答案。先说下弦五类，没错，就是那个蜘蛛山的类。如果他成了鬼杀队的蜘蛛柱，他的呼吸法一定叫蜘蛛呼吸。这个呼吸法是从虫之呼吸进化而来的，动作敏捷，杀伤精准。战斗的时候，他能用各种姿势甩出蜘蛛丝，粘住敌人，封锁空间，甚至让对手动弹不得。除了12鬼月那种超高层次的鬼，其他的鬼基本全跑不了。不过因为类身材娇小，力量不够，他砍不动鬼的脖子，所以他会用毒把鬼一一毒杀，安静又致命。风格和蝴蝶忍有点像，但更冷静更细腻。性格呢，类还是那个性格，极度渴望家庭温暖，他会把其他柱都看作家人，拼命守护他们，不容任何人伤害。外形方面，他会用蜘蛛纹身覆盖全身，白色羽之上印满蜘蛛网的图案，既酷又危险。只是实力上，虽然已经算顶尖鬼杀队成员，但跟其他柱比，类还是最弱的那一个。接下来轮到魇梦登场，没错，就是无限列车篇那个把人拉进梦境的下弦一。如果魇梦变成人类，成为鬼杀队的柱，他的头衔会是梦柱，他的呼吸法也不用多想，就叫梦之呼吸。和别的柱动不动刀光剑影不同，魇梦的攻击全靠催眠术，挥挥手打个响指，轻轻一拍手掌，敌人就会瞬间迷失方向，意识混乱，像喝醉酒一样晕乎乎的。一旦深陷梦境，等待他们的就是被魇梦一刀斩下的命运。不过别看魇梦这么嚣张，他的催眠术也有分等级，第一型只是让敌人有点晕，最后的极限形态能让连12鬼月级别的对手都陷入深度梦境，但施术的难度也更高。说到外形，他绝对是所有柱里最特别的那一个，身穿一身笔挺的西装，冷冷的气质，神秘又自信，像极了无惨初登场时的样子。但别搞错了，他不是孤傲，而是对产屋夫大人充满敬意。他会是那种冷冷的说一句交给我吧，然后毫不犹豫走向战场的人。接下来看看这对兄妹上弦六，舵姬和继夫太郎，如果他们成了鬼杀队的柱，绝对是史上最强二人组血柱。他们的专属呼吸法当然叫血之呼吸，这种呼吸法能操控敌人的血液，切开皮肤，血液就会彻底失控，一旦被他们划伤，弱一点的鬼根本愈合不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血流干净。战斗风格方面，舵姬负责钓鱼，温柔的外表，漂亮的和服，拿着一把伞，像个无害的女子，但这只是陷阱，靠美貌引诱鬼接近，然后瞬间反杀。一旦遇到比他强的鬼，兄长继夫太郎就会冷冷走上前，把对方一刀带走。两人的默契不是一般的默契，兄妹联手几乎无懈可击，一个负责引诱，一个负责收割，任何鬼都插翅难逃。外形上，舵姬永远是那副美艳冷酷的模样，穿着精致的和服，步伐优雅。继夫太郎呢，永远是那副邋遢模样，赤裸上身，伤疤密布，眼神里写满仇恨和杀意。他对鬼的憎恨比所有柱都要浓烈，每次战斗都是杀意满满的宣泄。接下来登场的是上弦五玉壶，如果他变成人类加入鬼杀队，头衔毫无疑问是水柱。玉壶的呼吸法就是水之呼吸，跟富冈义勇的那一套很像，既有进攻型的快速斩击，也有防御型的水流防护，让他在战斗中游刃有余，攻防一体。不过最显眼的还是他背后那只巨大的桃壶，无论走到哪儿他都背着它，壶里插着2把长刀，随时准备抽出迎敌。别人看起来奇怪，他却把这当成艺术。别忘了，玉壶是个艺术家，即使成了柱，他依旧沉迷创作，追求美感，甚至到了偏执的程度。只要有人敢说他的作品不好看，或者不懂他的艺术，那么绝对会被他盯上，直接干掉。就算你是鬼也不例外。他杀鬼的理由很简单，鬼看不懂美，无法理解他的艺术，他觉得杀掉他们是一种净化。唯一的例外就是谈到自己的作品时，他会滔滔不绝，眼神像着了魔一样闪光。接下来轮到上弦四半天狗，没错，就是那个很多分身的老鬼。如果他变成人类加入鬼杀队，头衔就是阴柱。他的呼吸法叫阴之呼吸，但和羽随天元那种华丽风格不同，半天狗的阴之呼吸更偏向精神压制，震撼感十足。第一型刀锋一挥，瞬间释放高频声波，能让鬼瞬间失衡，耳朵嗡嗡作响，脚下都不稳。第二型声波一冲，强到让鬼感觉整个人快被炸开，耳朵开始流血。第三型直接制造超声波屏障，像一面无形的墙，把一切攻击反弹出去。但厉害的是，这些招式只针对鬼，人类完全不会受到伤害，所以他在战斗的时候根本不用担心误伤同伴，冲锋陷阵毫无顾虑。性格上，半天狗完全变了，成为柱之后，他是鬼杀队里最虔诚的那一个，身上永远挂着佛珠护身符，嘴里念念有词。杀完鬼后，他不会狂喜，而是低声祈祷，像是在赎罪。他说所有鬼都是曾经的普通人，只是迷失了自己，所以他杀鬼从来没有仇恨，只有怜悯。外表呢，他总是披着长袍，看不清身形，神秘安静，像一个游走在战场上的僧侣。再来说说三哥一窝座，他简直就是粉丝心里的白月光。如果他变成人类加入鬼杀队，他会是全柱。最特别的是什么？他不用刀，对，你没听错，
错，拳柱一窝坐，徒手格斗，拳拳到肉，力量强的离谱。他的专属呼吸法叫全肢呼吸，一旦启动，力量、速度、反应全都成倍提升。第一型直接让力量翻倍，到了第10型原地飙升20倍。想想看，他一拳下去，连上旋级别的鬼都能直接把头轰飞。不光是力量，全肢呼吸还会强化他的耐力和防御力，哪怕硬吃上旋的攻击，他也能稳住身形，继续反击。战场上的硬核战神非他莫属。外形上，他永远赤着脚，光着上身，露出一身紧实的肌肉，训练不分昼夜，气质干净又充满阳光感。手上戴着用日轮钢打造的指环，拳头一出，精准斩杀，鬼绝对无法再生。性格呢，如果没有那段悲惨的过去，他依旧是那个憨厚、正直、乐于助人的少年，见谁需要帮忙都能笑着说一句交给我吧。这样一个人既温柔又强大，谁不爱？接下来轮到最华丽、最浪的男人上旋2童魔。如果他加入鬼杀队，那他绝对是全场最闪耀的存在，头衔就是冰柱。他的呼吸法叫冰之呼吸，每次出手都自带大片冰雾，冷气蔓延，像冬天降临。攻击方面，他能把冰当成利器，直接发射冰刃，精准锁定敌人，或者挥刀划过，瞬间冻住敌人的身体，让他们动弹不得。对弱鬼来说，那就是瞬间冻成冰雕。但如果对上更强的鬼，冻结时间就会短很多，甚至完全无效。防御上，他能迅速凝结冰墙，挡下高速冲击或者致命攻击，既帅气又实用。更夸张的是，他这个人战斗欲极强，每次有任务，他永远第一个举手，让我去。不是因为责任感，而是因为他享受战斗，享受那种压制敌人的爽感。外形上，他从不掩饰自己的浮夸，永远是一身华丽的王侯装扮，长发飞舞，脸上挂着温柔又危险的笑容，在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到他，这就是童魔，华丽到极致的冰柱。最后压轴登场的黑死谋，如果他不是鬼，而是人类，加入鬼杀队，那他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月柱。他的呼吸法正是传说中的月之呼吸，这是全系列里除了日之呼吸之外最强大的存在。战斗力有多恐怖？一刀挥出，瞬间分裂出无数剑气，密不透风，强到能同时对付多名强敌。换句话说，只要他站在战场上，那就是一场碾压。他的强大不仅来自月之呼吸，还因为他掌握了通透世界和无我境界，这让他的反应速度和战斗直觉提升到了极限，几乎无人能敌。如果在这个假如世界里，纪国元一还活着，那唯一能让黑死谋认真出手的人，恐怕也只有他了。但黑死谋的性格没有变，他依旧嫉妒，依旧渴望变强，总是在寻找更强的对手来磨练自己。可现实是，无论他怎么努力，绝大多数战斗都是他轻松取胜。外形上，他依旧是一袭黑紫相间的和服，长刀垂在身侧，冷酷深沉，一眼看去就让人不敢靠近。真正的最强之柱，如果真有这么一支12鬼月版的鬼杀队，那么我们将看到蜘蛛丝封锁天空，梦境层层叠叠，鲜血化作利刃，水流守护四方，音波震荡天地，拳影如雨落下，寒冰冻结大地，月华斩碎黑暗。他们站在一起，不是敌人，而是肩并肩的同伴。那会不会是史上最豪华、最恐怖、最无解的鬼杀队？现有的柱们能不能打得赢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聊聊自己的看法。